在台灣台南，一個13歲的男孩從小就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他說他能和另一個世界的存在溝通，而最讓人震驚的是，他聲稱自己在一次深層通靈中看到了台灣10年後的景象。那一幕，用他的話說，恐怖到讓他3天沒有睡着覺。但更離奇的是，當他把這段經歷告訴身邊的大人時，那些見過大風大浪的廟公和法師們竟然一個個沉默不語，因為這個男孩描述的畫面竟與1000多年前中國最神秘的預言書以及近年來多位國際預言家所說的內容驚人的吻合。這到底是巧合，還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的未來？兩岸的結局真的如同神界所示現的那樣嗎？今天我們就從這個台南男孩的故事出發，一路深入台灣的通靈文化、千年預言以及當下最敏感的台海局勢，來一場前所未有的綜合探討。故事很長也很複雜，但我保證每一個轉折都會讓你意想不到。先說這個男孩的背景，我們暫且稱他為小凱，因為他的家人不希望曝光真實姓名。小凱出生在台南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家庭，父親做水電工程，母親在市場賣早餐，家裡還有一個大他3歲的姊姊。按照台灣民間的說法，台南是全台灣宮廟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走在老城區的巷弄裡，幾乎每隔幾步就能看到一間廟。根據統計，台灣登記有案的寺廟就有將近1萬座，而未登記的宮廟更是數倍於此，總數可能超過3萬。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小凱從小就跟着阿嬤去廟裡拜拜，聞着裊裊的線香味，聽着誦經的聲音，對他來說再尋常不過。但與一般小孩不同的是，小凱大約在5歲的時候就開始出現異常的表現。他的母親回憶說，小凱常常盯着家裡的某個角落自言自語，有時候還會咯咯地笑，問他在跟誰說話。他用奶聲奶氣的口吻說，那裡站着一個穿白衣服的阿伯，阿伯在跟他講故事。家人一開始以為是小孩的想象力豐富，幼兒園的老師也說很多小朋友都有想象中的朋友，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但後來事情越來越離奇。有一天晚上，全家人在客廳看電視，小凱忽然指着電視旁邊的牆角說，阿公來了。問題是，小凱的阿公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經過世了，小凱從來沒有見過阿公。家人把阿公的照片拿出來，小凱看了一眼說，對，就是他，但是他現在看起來年輕多了，穿着一件深藍色的衣服。小凱的阿嬤一聽，眼淚當場掉下来，因為阿公年輕時最喜歡穿的就是一件深藍色的西裝外套，而這件事從來沒有人告訴過小凱。從那之後，家裡的氣氛變得微妙起来。阿嬤開始相信小凱有特殊的能力，常常問他阿公有沒有說什麼話，阿公在那邊過得好不好。小凱的父親則顯得很不自在，他是一個務實的人，相信看得見摸得着的東西。對於兒子的這些表現，他既不鼓勵也不反對，只是沉默。小凱的母親夾在中間，最為煎熬。她一方面不想否定兒子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擔心這些事情會影響孩子的正常成長。後来的幾年裡，小凱的異能時有時無，有些時候他什麼都看不到，和普通孩子沒有區別，整天就是上學、玩遊戲、和同學打鬧。但有些時候，特別是在廟裡或者在某些特定的地方，他的感知力就會忽然變得非常敏銳。他說那種感覺就像是收音機忽然調到了正確的頻率，原本只有雜音的頻道忽然變得清晰起來。在學校裡，小凱其實過得並不輕鬆，有些同學知道他的事跡之後會刻意疏遠他，背地裡叫他神經病或者鬼仔，也有些同學覺得他很酷，纏着他問能不能看到鬼。小凱對這些都不太在意，他說他早就習慣了，因為他知道自己不是在裝，也不是在騙人，他就是看到了而已。到了7、8歲，小凱的這種能力更加明顯。他說他能看到人身上有不同顏色的光，健康的人身上光很明亮，通常是白色或淡金色，生病的人身上光就会变暗淡，有時候還會出现灰色或黑色的斑塊。附近的鄰居一開始聽了都當成笑話，甚至覺得這家人是不是在搞什麼神棍詐騙。直到有一次，小凱對一位看起來完全健康的鄰居叔叔說，你的肚子裡面有一團黑色的東西，而且越來越大，要趕快去看醫生。
那位叔叔半信半疑的去做了全身健檢，結果真的在肝臟發現了一顆早期的腫瘤。醫生說幸好發現的早，再晚半年可能就來不及了。這件事傳開之後，小凱在當地成了遠近聞名的撿仔仙，陸續有人來找他，有的是問健康，有的是問感情，有的是問生意。小凱的母親其實很不情願，她不希望兒子小小年紀就被這些事情纏上，但小凱自己倒是很坦然，他說他只是說出他看到的東西而已，至於別人要不要信，那是別人的事。在台灣，像小凱這樣的孩子並非沒有先例，事實上，台灣的通靈文化源遠流長，與民間信仰深度交織。所謂乩童，就是被神明選中，代替神明傳話的人。乩童的產生方式有好幾種，最常見的是先天型，就是從小就被神明選中，身上會出現各種異象，比如莫名其妙的生病，怎麼看都看不好，或者反覆做奇怪的夢，直到去廟裡問事才發現是神明要揀選他。在乩童的分類中，有所謂武乩和文乩之分。武乩有固定的起乩儀式，需要焚香稟告，起乩之後行為劇烈，會操五寶，就是用釘棍、鯊魚劍、樂斧、銅棍、刺球這5種法器往自己身上敲打，打到鮮血淋漓以展示神威。據說在神明附身的狀態下，乩童本身不會感到疼痛，傷口愈合也異常快速，而文乩就溫和得多，不需要操五寶，也不需要進入附身的狀態，而是在清醒的意識下，直接透過心靈感應與神明溝通。幾年前那部轟動一時的台劇《通靈少女》，講的就是一位天生具有通靈體質的女孩擔任文乩的故事。而小凱的情況，如果要分類的話，更接近文乩的類型，但又不完全一樣，因為他並沒有被任何一間廟正式揀選為乩童，他的能力更像是一種天生的感知力。然而，真正改變一切的轉折發生在2025年的夏天。那年小凱12歲，剛從國小畢業，準備升國中。台南有一間歷史悠久的老廟，廟裡的主神據說是一位唐代的將軍。這間廟的廟公是一位年過70旬的老先生，在當地德高望重，據說自己年輕時也是一位很厲害的乩童。廟公早就聽說了小凱的事跡，一直想見見這個孩子。終於在那年暑假，透過鄰居的介紹，小凱和母親一起來到了這間廟。廟公看到小凱的第一眼就沉默了很久。後來他告訴小凱的母親，這個孩子的靈光很特別，他不是普通的通靈體質，他的靈光中有一層金色的光圈，這種光圈在廟公幾十年的經驗中只看到過2次。廟公說，這孩子如果願意，可以在廟裡試着靜坐，看看能不能和更高層次的靈界溝通。所謂靜坐，在民間信仰的語境中，就是讓具有通靈體質的人在神明面前進入冥想狀態。有些人什麼都看不到，有些人會看到一些模糊的影像，而極少數人會進入一種被稱為元神出竅的狀態，意識脫離肉體，前往另一個維度。小凱的母親一開始是猶豫的，但小凱自己卻表現得很平靜。他說他想試試看。於是在一個沒有法會活動的晚上，廟公讓小凱坐在神案前面，點了3炷清香，然後讓他閉上眼睛，什麼都不要想。廟公還特別叮嚀，如果過程中感到害怕，隨時可以睜開眼睛停止。廟公自己則坐在一旁，手持木魚，輕輕敲着，說是可以幫助穩定磁場。小凱的母親坐在更遠的地方，緊張的手心都是汗。小凱說，起初什麼都沒有，只感覺到四周很安靜，空氣中有線香的味道。他試着放空自己，但腦子裡總是會冒出各種雜念，一會兒想到明天要吃什麼，一會兒想到手機遊戲。就這樣過了大概半個小時，他覺得自己應該是失敗了，正準備睜開眼睛，忽然間他感覺到一股很奇特的力量。那個力量不是從外面來的，而是從他身體裡面往上湧的。小凱說他感覺自己好像被一股力量往上拉，整個人輕飄飄的，但又不是做夢那種輕飄飄，而是一種非常清醒的失重感。然後他的眼前，雖然眼睛是閉着的，卻忽然出現了一片金色的光，不是那種刺眼的金光，而是一種很溫暖很柔和的金色，像是日出时分天邊的那種顏色。在那片光中，
他看到了一個巨大的空間，那個空間沒有牆壁，也沒有天花板，四面八方都是金色的光，在光中有很多存在。他說那些存在不完全像人，更像是由光構成的輪廓，有些大一些，有些小一些，但他能感覺到每一個存在都散發着一種很強烈的善意。小凱試圖描述那種善意的感覺，他說那不像是人对人的善意，那種善意裡面沒有期待，也沒有條件，就像太陽照耀萬物一樣，不會因為你是好人就多照一些，壞人就少照一些，它就是那樣存在着，包圍着你。小凱說他在那一刻覺得自己很渺小，但同時又覺得自己被完完全全的接納了，就好像宇宙中所有的愛都在那一瞬間注入了他的身體。他說他從來沒有在人間體驗過那種感覺，即使是母親的愛也不一樣。母親的愛是溫暖的，但也是有限的，而那裡的愛好像是無限的。其中一個存在慢慢靠近他，小凱說那個存在比其他的都要亮一些，身上的光帶着一點淡藍色。然後那個存在開始对他說話，不是用嘴巴說，甚至不是用聲音，而是直接把讯息傳到他的腦海裡，就好像你忽然之間就知道了一些事情，不需要任何語言的媒介。那個存在告訴他，你這次來，我們要讓你看一些東西，這些東西你看完之後，不需要害怕，也不需要着急，你只需要記住，然後在適當的时候告訴需要知道的人。然后小凱的視野忽然像被切換了頻道一樣，金色的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非常清晰的畫面。第一個畫面，他看到一片海，海很平靜，但天空是灰色的，不是烏雲密布的那種灰，而是一種霧蒙蒙的灰白色，像是整個世界被蒙上了一層紗。海的兩邊各有一座島嶼，一大一小，大的那個島嶼上面有很多高樓，密密麻麻的，看起來是一座現代化的大城市，但仔細看，很多建築物上面都有裂縫，有些甚至半塌了，像是經歷過什麼巨大的衝擊，不是地震那種倒塌，而是一種從內部瓦解的感覺，就好像建築物的骨架還在，但填充的東西都碎了。小的那個島嶼上面也有城市，城市看起來基本完好，但街道上空空蕩蕩的，看不到什麼人，偶爾有幾個身影在走動，但走得很慢，像是在夢遊一樣。小凱後來反覆回憶這個畫面，他說那片海的顏色很奇特，不是正常的藍色，也不是綠色，而是一種介於灰色和銀色之間的顏色，好像海水本身失去了活力。而兩座島嶼之間的距離看起來不算很遠，如果天氣好的話，應該可以互相看到对方。他特別提到大島上有一個地方還亮着燈，像是某種信號塔或者燈塔的光，在灰蒙蒙的天色中顯得格外孤獨。第二個畫面，場景切換到了一個平原上，他看到很多人在排隊，不是那種在商店門口排隊買東西的隊伍，而是一條很長很長的隊伍，從畫面的這一端一直延伸到看不見的遠方。隊伍中的人們穿着各式各樣的衣服，有些看起來很體面，有些很樸素，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臉上都沒有什麼表情，不是痛苦，也不是悲傷，而是一種空洞的茫然，好像不知道自己在等什麼，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在這裡。小凱說，他在那個畫面裡感受到一種很強烈的情緒衝擊，不是某一個人的情緒，而是成千上萬人的悲傷和迷茫匯集在一起的那種感覺，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小凱說他想走上前去看看那些排隊的人到底在等什麼，但他的身體好像被固定住了，只能遠遠地看。他注意到队伍中有老人，有年輕人，甚至有小孩，有些人手裡提着行李箱，有些人什麼都沒有帶，他們都在默默地往前走，但走得非常非常慢，好像時間本身都变慢了。更詭異的是，整個畫面中完全没有聲音，沒有說話聲，沒有風聲，沒有腳步聲，就像是一部被按了靜音的電影。這種死一般的寂靜比任何嘈雜都更讓人不安。小凱後來和廟公討論這個畫面的時候，廟公沉吟了很久，最後說了一句話。他說在他的修行經驗中，寂靜通常代表一種過渡狀態，就像暴風雨來臨之前的平靜，或者黎明到來之前最黑暗的時刻。那些排隊的人或許不是在等待什麼具體的東西，而是在等待一個轉變。什麼轉變？廟公搖搖頭，說他也不知道，但他隱約覺得那和人心有關。第三個畫面最讓他害怕，畫面再次切換，
這次他看到的是天空，天空還是那種灰白色，但忽然之間，天空中央出現了一道巨大的裂縫。那道裂縫不是地面上的裂縫，而是天空本身裂開了，就像一張巨大的幕布被撕開了一個口子，從那個裂縫裡面射出很強很強的光。那個光和之前金色空間裡的光不一樣，這個光是白色的，非常耀眼，幾乎讓人無法直視。然後他聽到了一個聲音，小凱說那個聲音不是之前那個淡藍色存在的聲音，而是一個更宏大更深沉的聲音，好像是從四面八方同時傳来的。那個聲音說了一句话，小凱說他記得非常清楚，因為聽完之後他整個人都僵住了，從那個狀態中醒來之後手腳還在發抖。那句話是什麼？那個聲音說，不是戰爭結束一切，而是人心結束一切。當人心完全失去方向的時候，才是真正可怕的時刻。听到這句話的妙公沉默了很久，他後來對小凱的母親說了一番話，大意是，這孩子看到的東西不是隨便亂講的，那些畫面的描述和他自己年輕時在修行中看到的某些意象有相通之處，但具體代表什麼，妙公說他也不敢輕易下定論。這句話乍聽之下好像很普通，像是某本心靈雞湯裡面會出現的句子，但如果我們把它放到當前的兩岸局勢中去理解，再對照1000多年前那些驚人的預言，你就會發現，這個13歲男孩所說的可能比任何一位政治分析師的判斷都更加深刻。讓我們把時間線拉到當下，2026年4月，就在最近這幾天，一件牽動兩岸神經的大事剛剛發生。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率團訪問大陸，並在4月10日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正式會面。這是國共兩黨領導人時隔整整10年的再次正式會晤。消息傳出當天，全球各大媒體都以頭條報道了這件事。在政協會之後，中央台辦隨即發布了10項促進兩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包括探索建立國共兩黨常態化溝通機制，推動全面恢復兩岸空中客運直航正常化，恢復上海和福建居民赴台自由行等等。這些措施的範圍之廣，力度之大，被外界解讀為北京方面在當前台海緊繃局勢下釋放的重大善意信號。曾任國安會秘書長的蘇啟隨團訪問，他在接受訪問時表示，此次國共兩黨領導人的會面對外釋放了一個明確訊號，就是台海局勢不必過度擔心，兩岸中國人完全有智慧和能力通過對話協商處理分歧。然而民進黨政府的反應卻截然不同，賴政府將大陸的10項措施定性為統戰工具，警告這些措施背後暗藏對台灣產業結構的傷害。陸委會也在第一時間發布聲明，強調維護國家主權與台灣民主的立場。但在這些政治層面的交鋒背後，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始終懸而未決，那就是兩岸的終局到底會是什麼？有意思的是，對於這個問題，不只是政治人物和學者在思考，甚至連預言家們從古至今都在嘗試給出答案，而他們的答案竟然與小凱在通靈中看到的畫面有着令人不寒而栗的呼應。讓我們先回到1000多年前，唐代有一本預言奇書叫做《推背圖》，相傳是由唐太宗時期的2位天文官李淳風和袁天罡所作。全書共60項，每一項都以圖畫、讖語和宋語的形式預言了中國從唐代到未來的重大歷史事件。關於這本書的真假，歷來爭議不斷。有人說是後人假借李元之名偽造的，也有人說宋太祖趙匡胤曾故意打亂次序，散布偽本。但不管怎麼說，至少從宋代到日本侵華這段歷史，推背圖的準確度之高是讓人嘆為觀止的。在討論兩岸關係時，研究者們最常引用的就是推背圖的第43項。這一項的讖語寫道：君非君，臣非臣，始堅危，終克定。宋語中有一句更加意味深長：黑兔走入青龍穴，欲進不進，不可說。許多研究預言的學者認為，君非君，臣非臣，指的正是兩岸之間那種微妙至極的關係，雙方各自有政府有軍隊，但在國際法的框架下又處於一種模糊的狀態。大陸不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台灣也不承認大陸政府的管轄權，誰是君誰是臣？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於你問的是誰。
史堅威描述的是這段關係的起點充滿艱險和危機，而中克定則暗示最終會達成某種解決方案。至於黑兔走入青龍穴，由於兔年對應2023年，龍年對應2024年，很多人認為這指的就是2023到2024年之間的某個重要時間節點。事實上，台灣確實在2024年1月舉行了一場牽動全球神經的總統大選，民進黨的賴清德在三方角逐中勝出，而這場選舉的結果深刻影響了此後兩岸關係的走向。而推背圖第43項的配圖也非常耐人尋味，圖中畫着一大一小兩個人，大人站在西北方，抬手似乎要打小孩，但小孩並不害怕，他目視前方，步履穩健地往前走。更有意思的是，研究者們注意到，圖中的小孩穿的是一身類似官服的正裝，而大人穿的卻像是普通的衣服。如果大人代表大陸，小孩代表台灣，那為什麼反而是小的那個穿着正式，大的那個穿着隨便？不同的解讀者給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一派認為這預言了兩岸最終將以和平方式達成某種形式的整合，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台灣會扮演比預期更重要的角色。持這種觀點的人還引用了清末俞樾臨終前的預言詩，以及劉伯溫碑記中若問太平年，架橋迎新主的句子。他們說架橋才能迎新主，言下之意就是新主不在大陸那一邊，需要架一座橋過去迎接。另一派則認為，預言的真正意涵不是政治上的統一或獨立，而是一種更深層的文明轉型。中克定不是某一方征服另一方，而是雙方在經歷極大的磨難之後，找到一種超越統獨框架的全新共存模式。還記得小凱在通靈中看到的那個畫面嗎？海的兩邊各有一座島嶼，一大一小，大的那個建築物從內部瓦解，小的那個街道空蕩蕩。這個畫面所描述的既不是戰爭造成的毀滅，也不是歡天喜地的統一，更像是某種巨大變故之後，雙方都陷入了一種迷茫和重建的狀態。而那個聲音說的不是戰爭結束一切，而是人心結束一切，仿佛在暗示真正決定兩岸命運的不是武器的多寡，不是經濟的強弱，而是两岸人民心中某種根本性的改变。我們再來看另一個神秘人物。2019年6月，在大陸的豆瓣網站上，忽然出現了一個自稱 KFK 的用戶，他發了一篇帖子說，從2060年過來，有問題可以問我。今天是來到2019年的第一天，也許某種意義上，我是時間裡的窮遊者。這篇帖子引發了大量的討論。有人問他，2020年中國會統一台灣嗎？他回答不會。有人問，第二次冷戰中國輸了嗎？他說持續了30年。有人問，2048年以前會有全球性戰爭嗎？他說不會，但局部戰爭沒有停止過。然後他補充了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話：2048年之後會發生一場全球性的衝突，中心在3大洲交界處，比個別使用核武器更為恐怖。戰爭之後沒有技術上的進步，但有精神上的進化。後來有人查出 KFK 可能是一位1983年出生的台灣編劇，這讓很多人覺得整件事就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行為藝術。但有意思的是，他的某些預言確實在後來得到了部分印證。比如他說東京奧運會中國女排不會衛冕，結果確實沒有。他說蘋果公司在他小時候就衰敗了，雖然目前蘋果還沒有衰敗，但近幾年確實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不管 KFK 的真實身份是什麼，他說的一句話值得我們深思：精神上的進化這個概念和小凱在通靈中聽到的人心的方向有異曲同工之妙，都在暗示人類未來面臨的最大挑戰和最大機遇不在物質層面，而在意識層面。說到這裡，我想岔開一下話題，聊聊為什麼台灣這個小小的島嶼會成為全球通靈文化和神秘現象最密集的地方之一。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台灣不只是宮廟密度高，台灣還是全世界研究超自然現象和意識科學的重要陣地之一。早在1970年代，台灣大學就有教授開始研究氣功和人體特異功能。後來，台大校長李嗣涔更是親自主持了一系列關於手指識字和意識通信的實驗。這些實驗雖然在學術界引發了巨大的爭議，但至少有一個結論是很多參與者都同意的，
那就是人類的意識確實存在着某些目前科學無法完全解釋的面向。而在民間層面，台灣的通靈文化之所以如此發達，和台灣獨特的歷史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台灣是一座移民之島，從400多年前的大航海時代開始，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從福建和廣東渡過那條被稱為黑水溝的台灣海峽來到這裡。在那個年代，橫渡台灣海峽是一件九死一生的事情。當時有一句諺語說，6死3留1回頭，意思是10個人渡海，6個死在路上，3個留在台灣，1個嚇得半路折返。能夠活着到達台灣的人，心中都會對冥冥之中的力量懷着深深的敬畏和感恩，所以他們帶來了家鄉的神明媽祖、關聖帝君、王爺、城隍爺，建起了一座又一座的廟宇，用最虔誠的方式祈求神明保佑。這種與未知力量對話的傳統，經過400多年的積累和演化，滲透到了台灣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成為台灣文化中最獨特的面向之一。到了今天，即使是在台北這樣高度現代化的都市裡，你也能看到摩天大樓的旁邊就蓋着一間小廟，西裝革履的上班族在午休時間走進去拜一拜，求個心安。科技新貴們在創業之前先去問神明方向對不对，甚至有些知名企業的老板在做重大決策之前都要先請示宮廟裡的乩童。這種文化現象在外人看來或許難以理解，但如果你深入去觀察，就會發現它的核心其實不是迷信，而是一種非常務實的態度。台灣人並不是盲目的相信神明會幫他們解決一切問題，而是把問神看作一種獲取不同角度建議的方式。就像你可能會在做決定之前諮詢朋友或專家的意見一樣，台灣人多了一個諮詢神明的選項。正是在這種文化土壤中，像小凱這樣的通靈孩子才會被社區接納，而不是被當成異類。在台灣，如果一個孩子表現出超常的感知能力，他的家人通常會帶他去廟裡讓廟公看看，而不是帶他去精神科。這不是說台灣人不相信科學，而是說台灣人對於意識和靈性的包容度比很多地方都要高。這也是為什麼小凱的經歷在台灣引發了關注，但沒有引發恐慌。人們聽了他的故事，有的相信，有的不信，但很少有人會嘲笑他，或者覺得他瘋了。因為在台灣的文化脈絡中，這種經歷雖然不常見，但並不是不可理解的。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或許也值得一提。台灣這座島嶼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處在歐亞大陸板塊和太平洋板塊的交界處，地底下蘊含着巨大的能量。台灣平均每年有超過2萬次地震，雖然大部分都是人感覺不到的微震，但這種持續不斷的能量釋放，讓整座島嶼始終處在一種活躍的狀態中。有些研究意識現象的學者提出過一個有趣的假設，他們認為地質活動頻繁的地區，其地磁場的波動可能會對人類的松果體產生影響。松果體在人體中的作用至今沒有被完全弄清楚，但很多靈性傳統都認為松果體就是所謂的第三隻眼，是人類感知超自然信息的器官。如果這個假設成立，那台灣之所以通靈文化發達，可能不只是歷史和文化的原因，甚至還有地球物理學層面的原因。當然，這只是一個假設，還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來證實，但它至少提供了一個有趣的思考角度，讓我們可以從多個維度來理解小凱的經歷。接下來，讓我們把另一位重量級預言家也拉進來，英國通靈預言家克雷格·漢密爾頓·帕克。我們的老觀眾應該非常熟悉了。帕克多次在他的視頻中談到台海問題和中国的未来，他有幾個核心觀點值得關注。第一，帕克認為台海最終不會爆發大規模戰爭。他說他在冥想中看到的畫面是，台海會經歷一段極其緊張的對峙期，軍事摩擦可能會發生，但不會演變成全面戰爭。第二，他預言中國大陸未來會出現重大的內部政治變動，他甚至使用了分裂這個詞，認為中國會像今天的歐洲那樣變成幾個不同的區域政權。他說當這種變動發生之後，台灣問題自然就會有一個新的解決方式，因為問題的前提條件已經徹底改变了。第三，帕克在2024年初的預言中說，2026年之後，世界将開始發生一些非常積極的事情，但仍然是一條崎嶇的道路。現在正是2026年4月，如果帕克的預言有一定的準確性，那我們或許正站在某個轉折點的邊緣。
更令人驚嘆的是，清末學者俞樾在1907年臨終前寫下的9首寓言詩中也有類似的表述。其中一首說：幾家玉帛幾家榮，又見春秋戰國風。嘆息當時無管仲，茫茫劫運幾時終。玉帛代表和平，榮代表戰爭。春秋戰國風說的就是中國未來可能出現的分裂和紛爭。帕克一個英國人100多年後竟然說出了與中國學者幾乎一模一樣的預言，這是巧合嗎？說到這裡，我們不妨再深入一些。其實不只是帕克和俞樾，如果你把全球不同文化中關於中國未來的預言放在一起比較，會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共同主題，那就是幾乎所有的預言都認為中國在經歷一段極度的混亂之後，會迎來一個前所未有的黃金時代，而且很多預言都暗示這個黃金時代的來臨與台灣有着某種特殊的關聯。比如民間流傳的不虛大師預言詩第11首寫道：蓋棺定功最憤，茫茫海宇漸成平，百年大事渾如夢，南朝金粉太平春，萬里山河處處清。這幾句的意思非常明白，在一切塵埃落定之後，和平會降臨整個中華大地，此前所有的紛爭和對立都會像一場夢一樣過去。而南朝金粉太平春這句中的南朝，很多人認為指的就是位於中國南方的台灣。這些預言指向的共同結論是，兩岸問題的解決不是某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在經歷巨大的變動之後，雙方在一個全新的框架下實現融合。這個新框架既不是今天的一國兩制，也不是今天的台灣獨立，而是一種目前我們可能還無法想象的新形態。帕克的預言中還有一個很重要但常常被忽略的細節，他說，在中國發生重大變動的同時，全球秩序也會經歷根本性的重組，美國會衰落，歐洲會分裂，新的力量中心會在東方崛起。在這個全球洗牌的過程中，台灣因為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底蘊，反而會成為新秩序中的一個關鍵節點。這聽起來是不是有點像推背圖中那個穿着官服的小孩？在所有人都以為小的那個會被大的那個吞掉的時候，小的那個反而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還有黃檗禪師的預言詩，其中幾句涉及兩岸關係的，很多人耳熟能詳。赤蜀時同運不同，中原好景不為功，西方再見南君至，剛到金蛇運已終。研究者推算出金蛇年大約對應2061年前後，認為這預言了中共政權的終結時間。而接下來的幾首詩則描繪了一個和平統一後的新時代，蓋棺定功最憤，茫茫海宇漸成平。把這些預言放在一起看，你會發現一個很清晰的脈絡。推背圖說始堅危終克定，黃檗禪師說蓋棺定功最憤，帕克說會有一段崎嶇的道路，但最終會好轉。KFK 說會有精神上的進化，而小凱在通靈中看到的畫面，從灰色天空下的破碎城市，到空蕩的街道，再到天空裂開強光射出，恰恰也是一個從黑暗走向光明的敘事。但這個過程中最可怕的不是外在的動盪，而是小凱聽到的那句話所警告的人心失去方向的時刻。我們可以從最近的政協會來觀察這個問題。鄭麗文率團訪陸，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雙方重申九二共識作為政治基礎。緊接着10項惠台措施出爐，從恢復直航到開放自由行，從青年交流到經貿合作，力度之大超出了很多人的預期。但在台灣島內，民意的反應卻是分裂的。一項網絡民調顯示，60%民眾認為此次訪問對兩岸關係有正面影響，但同時也有相當比例的民眾擔心這是大陸的統戰策略。這種矛盾的心態恰恰反映了兩岸問題的深層困境。人們既渴望和平和交流，又害怕在交流中失去自我。賴政府的反應也很有意思。一方面，他們不敢完全否定交流的必要性，因為那會得罪大量有經貿利益的選民。另一方面，他們又要在立場上維持強硬，把大陸的善意定性為境外敵對勢力的滲透。這種左右為難的姿態本身就說明了一個問題：現有的統獨框架已經無法容納兩岸關係的複雜現實了。在大陸那邊，情況同樣複雜。10項措施的推出當然有戰略上的考量，但也不能否認其中確實包含了真誠的善意。
大陸有大量的普通民眾是真心希望兩岸能夠和平共處，就像台灣也有大量的民众是真心希望不要打仗的。問題在於，這些善意的聲音常常被政治的喧囂所淹沒。什麼叫人心失去方向？讓我試着從現實的角度來解讀。今天的兩岸在政治上是對立的，但在文化和經濟上又是深度交融的。台灣人用着大陸的抖音和小紅書，大陸人看着台灣的綜藝和電影，年輕一代的交流比任何政客想象的都要頻繁和深入。但與此同時，兩邊的官方論述卻在把對方越推越遠。台灣的去中國化教育讓很多年輕人覺得自己和大陸毫無關係，而大陸的統一敘事又讓很多台灣人感到被威脅和不被尊重。這種現實體驗與官方論述之間的巨大落差，就是人心失去方向的一種表現。人們不知道該相信自己的直覺，還是該相信媒體和政客的話。他們在友好的民間交流和敵對的政治宣傳之間左右為难。這種集體性的迷茫和分裂，比任何一場軍事衝突都更加腐蝕社會的根基。小凱看到的第二個畫面，那些排着長隊臉上空洞的人們，或許正是這種精神困境的視覺化呈現。不是因為戰爭而流離失所，而是因為失去了身份認同和精神依托而變得行屍走肉。那麼出路在哪裡？讓我們回到小凱在2026年初的那次通靈。他說他看到很多人站在一座高山上，往下看是蔚藍的海，那些人的表情不再是悲傷或恐懼，而是一種平靜的期待。然後那道從天空裂縫中射出的光慢慢擴大，把整座山和所有的人都包圍了進去。小凱說在那一刻，他感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安寧。他問身邊那個由光構成的存在，這是什麼時候的事？對方告訴他，那是你這一生結束之前會看到的。如果小凱能活到70、80歲，那他看到的這個光明的景象大約在2090到2100年之間。有意思的是，這個時间段恰好落在很多大循環預言所描述的新時代開始的時間窗口中。而在現代科學的前沿，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認真對待意識和預知的問題。普林斯頓大學曾經有一個持續了將近30年的全球意識計劃，通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隨機数生成器來探測人類集體意識的波動。研究者發現，在重大全球事件發生的前後，這些隨機数生成器會出現統計學上顯著的異常，好像人類的集體意識真的能夠感知到即將發生的事情。另外，量子物理學中的觀察者效应也為意识的力量提供了某種科學語境下的支持。虽然從量子物理到通灵預言之間還有很長很長的距離，但至少科學已經不再像100年前那樣，對所有超出常規認知範圍的現象都一概否定。這也讓我想到了 KFK 說的一句話。有人問他觀察者問題什麼時候解決，他說在2049年，然後他又補充了一句，觀察者即創造者。如果從量子物理的角度來理解這句話，它的意涵是非常深遠的。它暗示我們不只是在被動地觀察這個世界，我們其實在通過觀察來創造這個世界。每一個人的意識都在參與塑造現實。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小凱在通靈中看到的那些畫面就不是不可改变的命運，而是基於當前人類集體意識狀態的一種投射。如果集體意識發生改變，那些畫面也會跟着改变。這或許就是為什麼那個聲音要強調人心的重要性，因為人心不只是被動的承受命運，人心本身就是創造命運的力量。瑪雅历法中的常曆以2012年為一個大周期的結束，之後進入新的紀元。印度教的瑜伽循環理論認為，人類正處在黑暗時代的末期，即將迎來光明時代。而中國傳統的甲子循環，每60年一個小循環，每1800年一個大循環。如果從某些基準年開始計算，21世紀後半葉恰好處於一個大循環交替的時段。這些來自不同文明的時間體系竟然在大方向上出奇的一致，他們都在說同一件事：人類正在經歷一個巨大的轉型期。這個轉型會帶來極大的痛苦和混亂，但最終的結果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存在方式。當然，我必須強調，以上所有的故事和預言都不應該被當作確定的事實。預言之所以是預言，就是因為它們存在於可能性的領域中，而非確定性的領域中。人類的未來不是一條預設好的軌道，
每一個人的每一個選擇都在影響着集體的走向。正如19世紀英國通靈男孩 M 在他的日記中所寫的那樣，你可以看到未來的無數可能，但哪一个可能會成為現實，取決於你此刻的選擇。但這些預言和通靈經歷的價值在於，他們提供了一種不同於政治分析和軍事推演的視角。在主流的討論中，兩岸問題往往被簡化為統獨之爭或者軍力對比，但如果你站在更高的維度去看，這些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水面之下真正在運作的是一場涉及數十億人的意識轉變。台灣的廟公們常說一句話，神明不是告訴你會發生什麼，而是告訴你該怎麼做。這句話或許就是所有預言最核心的精神。預言不是要讓你恐懼或焦慮，而是要提醒你，在所有那些宏大敘事的背後，真正能改變一切的力量就在你的心裡。兩岸的結局竟是這樣嗎？也許真正的答案是，結局還沒有寫完。推背圖寫了1000多年，至今還有人在爭論每一個字的含義。KFK 的預言在網上流傳了7年，沒有人能完全證實，也沒有人能徹底否定。帕克的預測有對有錯，龍樹亮的預知夢有些應驗，有些沒有。而小凱，那個台南的13歲男孩，他看到的或許只是無數可能的未來中的一個片段。但有一點是確定的，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當我們把目光從紛亂的新聞頭條和政治口水中移開，去傾聽那些來自更深處的聲音時，也許就能找到某種超越統獨框架的理解。不是戰爭結束一切，而是人心結束一切。反過來說，也是人心開創一切。當兩岸每一個普通人心中對和平的渴望、對尊嚴的堅持、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足夠強大的時候，他就會像小凱看到的那道光一樣，穿透所有的裂縫和黑暗，照亮前方的路。我知道有些觀眾可能會覺得我太理想主義了，在這個飛彈對準台灣的時代，在這個兩岸關係劍拔弩張的時代，談什麼人心，談什麼意識覺醒，不是太天真了嗎？飛彈可不會因為你善良就不飛過來。這個質疑完全合理。我不會否認現實世界中軍事力量和政治博弈的重要性，保持足夠的國防實力，維護自身的安全，這些都是必要的。但我想指出的是，歷史上幾乎所有重大的社會轉型，最終的推動力都不是武力，而是人心的改變。柏林牆不是被坦克推倒的，而是被渴望自由的東德人民用雙手拆除的。蘇聯不是在戰場上輸掉的，而是從內部瓦解的。甚至台灣自身的民主化也不是靠戰爭打出來的，而是靠一代人的堅持和犧牲換來的。所以當小凱聽到那個聲音說不是戰爭結束一切，而是人心結束一切的時候，這並不是一句空洞的心靈雞湯，它其實是在陳述一個被歷史反覆驗證的規律。真正改變世界的力量不在武器庫裡，而在每一個普通人的心中。當年東德的人民站在柏林牆前的時候，沒有人知道牆會倒。當年台灣的黨外人士走上街頭的時候，沒有人知道戒嚴會解除。但他們心中有一個方向，那個方向就是對自由、對尊嚴、對美好生活的堅定信念。正是這個方向引導着他們穿越了恐懼和不確定性，最終走向了光明。兩岸的未來也是如此。也許沒有人知道最終的結局會是什麼樣子，也許那個結局會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就像30年前沒有人能想象到今天的世界一樣。但有一件事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那就是守住心中的方向，不被仇恨蒙蔽，不被恐懼支配，不被政治宣傳綁架，始終記住對面那個島上住着的也是和我們一樣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小凱在最後一次通靈中看到那些站在山頂上的人們，他們之所以能夠平靜地面對那道從天空射下的光，也許正是因為他們已經找到了心中的方向，他們不再恐懼，不再迷茫，因為他們知道，無論外在世界如何變化，心中那份對善的堅持是永遠不會被奪走的。那道光不來自任何一位政治領袖的英明決策，也不來自任何一場軍事演習的震懾威力，它來自你我每一個人心中最深處的那個選擇。小凱最後還說了一句話，他說那個由光構成的存在在他離開之前告訴他，你不需要害怕你看到的任何東西，因為那些畫面不是命運，他們只是提醒。真正的命運是你們每一個人在每一天做出的每一個選擇的總和。